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滴节目，我是石涛。有期节目谈到，应该是就在前不久，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女士，对不起，德克萨斯北部的，挺年轻的，她呢在遭遇一次车祸之后呢，人受伤了，结果她在抢救他的时候，他灵魂出窍，然后他就看见医生怎么他后背上颈椎伤了，怎么把他后背打开了，然后就所有做手术的那过程，他全看到了。里面关键就是他也提到说，他知道自己还能活，会活过来，这麻烦过去就过去了，而且他也知道自己能站起来。颈椎伤了，很多人就瘫了嘛，伤了就站不起来了，所以他知道自己能站出来。但是当他看着自己这么流血的时候呢，就真的很难看了，所以他就不忍心看了。当他一不忍心看，扭脸他就到了医院的走廊，看见他的继父，那因为继女受伤了，那做父亲的他就在医院走廊里等他。他说他的继父从来不吃糖的，结果看到他继父在这个自动那个卖糖的机器里买了块糖吃，他也觉得挺奇怪的。那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去了见到了上帝，见到了天使，说2个男天使安慰他说应该没事的。那还见到了他的应该他的曾祖父啊，大概是。他去了，而且他知道自己未来将是个老师，有多少学生，他那个每一个学生代表一个光速，但不是很亮，他相对来讲他要亮一些。简而言之，最后他又活回来了，他又回来了，然后他把这事儿就说出来了，那一开始人家不信嘛，那当他说出一些他跟医生说，你怎么给我打开的后背，然后你将会治好我。跟他的继父说，你到哪儿买了个糖，那这是没有第二个人能够，因为他已经死在那儿了。所以这是在医学界被认为有些事情无可解释的，濒死经验是无可解释的。那我个人觉得呢，其实挺容易解释的。有期节目提出挑战，我说他人躺在那儿了，他又没眼睛，他眼睛跟着他人一块躺那儿了，他什么看得着他？他什么东西看见自个儿了？他人眼睛他什么东西看见自个儿了？而且他描绘，他说其实看得更真切，更清晰，颜色更明亮。那么眼睛等于是挡了一层玻璃纸。没这眼睛看得更清楚，就这么回事嘞。你戴上眼镜跟没戴上眼镜，你怎么把眼睛擦干净了？它也是挡了一层眼镜嘛，对吧？变相的讲，这是2个的我们，其实肉身的我们是假的，因为当肉身躺在那儿睡着了也好，撞伤了也好，当肉身没用的时候，我们自己还有用。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女士就说，真正的灵魂生命是不死的，肉身只是我们穿上它。我跟大家形容就是开车，你人不进去它开不了，你人进去它就开了，这车就走了。当你人出来的时候，车就放那儿了，你就睡着了，车放那儿了，自个儿出去干别的。用眼睛看吗？不用。坐车里头，你是不是得通过风挡看呢？别人看你也是风挡，你看别人也是风挡啊。但是在现实利益上，车与车之间就开始比了，你是兰博基尼，我是凌志，你是没招了。说你们都是好车，我弄一蓝鸟，小家巧，我小家巧让你们在这里头最瞩目了，我反着走不就得了，对吧？你们都是大眼妹，我小眼睛，我有味道，大眼妹眼大无神，耽误事儿。我说的意思就是，你会发觉在人的层面永远
是有问题的，但是在生命自己的层面上、灵魂的层面上，它却是永恒的。所以人没有对错，人讲对错是相当伤害人的，伤害生命的道德。而真正的生命是讲善恶，真正的生命是讲善恶。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对的，这是最邪恶的，最邪恶的。当人们变法证明自己是对的时候，他会把生命带入到恶的行列中，因为他辩解是对的时候，一定在维护利益，维护利益自然伤害别人。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俩一样的东西，没有两一样的人。当你维护自己的时候，你就伤到别人了，对吧？你就强调手心的时候，那手背呢？没人看得见了，你自己都伤害自己。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最现实的状况了。那周末呢，有关朝鲜问题也是一个巨大争持的问题。我们看到最新的一篇报道文章，题目这么说的：阿波罗网站把英文的一些内容翻译成中文了。他说，金三胖没有瞒住朝鲜导弹空中解体爆炸，民航目击受到惊吓。那这个就揭示了一个秘密，就是金正恩讲了他导弹发射的高度。当他导弹发射高度够的时候呢，证明他已经可以打击，他可以飞行13000公里，可以打击美国东部的沿海城市，华盛顿 DC、纽约都可以打击到。他自己也宣布呢，他的成功了，就是整个这个项目成功了。但实际情况是有问题的。美国 CNN 2号引用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讲，29号金正恩试射的洲际导弹可能在重返大气层时解体。那导弹进入大气层环节出现了问题，所以认为金正恩当局并没有完全掌握导弹制导和瞄准定位技术，这一次的试射应该是失败的，凸显了该国武器计划所面临的挑战。那这是透过 CNN 讲出来了，那也就变成了，那金正恩想欺骗国际社会呢，就变成了一个，就变成了一个瞎话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变成了一个瞎话本身，它的关键点就是导弹在重新回到大气层时解体了，解体了，所以无外乎就是给川普一个喘了一口气，给国际社会喘了一口气，因为它的威胁度没有那么高。当国际社会喘了一口气，作为金正恩在国内他已经宣传出去了，所以欺骗的概念在国内，在朝鲜国内是具备的，当然在国际社会上压力呢就会减轻了。公开的资料就是飞行器导弹在返回大气层产生摩擦，巨大压力，飞行器会在大气层的压力之下爆炸。他说，韩国军队成功地测试到这一次试射，立刻向该导弹发射点的同等距离的海面发射了地对地弹道导弹，以此来警告。那这是一个我们看到发生的事情，美国政府讲的。但与此同时，苹果日报登了一篇文章，从这个应该是从旧金山飞到这个香港的一架香港航空公司的飞机，乘客们呢和这个驾驶员们看到了导弹在空中解体和爆炸的场面。由美国飞往本港的国泰航班的机组 CX-893 机组声称，航行中目睹了导弹爆炸和坠落的情况，而另一架航班 CX-096 可能更接近爆炸基地。他说相隔距离大概有数百英里。那有员工讲，国泰近日向机组人员提供了卫星电话，以防范韩国受到打击时通讯受到干扰，所以影响班机的状况。那这就变相佐证了我们刚才说的美国官员当中，CNN 的记者讲，那
应该讲金正恩试射失败。而针对朝鲜本身，却与它相关的包括中国、俄罗斯、日本、韩国和美国，所以其实主要的国家都参与进去。大国分歧，导弹升温。目前因为朝鲜问题出现了冷战，韩国媒体讲朝鲜放弃了平昌冬奥权的参赛权。那华盛顿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这个空演，现在今天开始。而韩国直接成立了专门用于斩首行动的特种部队。中国、俄罗斯拒绝美国单方面制裁的要求，中国也拒绝了华盛顿要求其切断对朝鲜石油供应的要求。切断朝鲜的石油将直接造成朝鲜本身的巨大的动荡。那中国不愿意，但中国怎么办也是个疑问。所以他在考验着整个国际社会对朝鲜问题上的取向。据说金正恩他应该再试射一次核试验，才能完善他的状况。那如果他真试验的话，那美国人会不会单独采取行动？那就变成了真正的第二次韩战爆发。不知道，说不好，没人知道。人的层面，你没人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。但是在真正我们这期节目说了，真正在灵魂的层面来讲，其实能够理解到，结果早已经存在了，只不过人在现实环境中具体事件中的善恶的取向。那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